嘿，大家好，我是亨瑞，一个和你一起提升厨艺的频道。今天要做的料理非常明显，就是马铃薯汤。不过，这和大家认知中有加培根和蒜苗的马铃薯汤非常不一样，口味会更突出马铃薯和豆浆的香味。在 Masa 的食谱的基础上，亨瑞多加一道工序来让这道杨石乌风马铃薯汤喝起来更滑顺。这个工序等一下再说。搭配面包的话，更是能直接享用高级感满满的一餐。对了，大家不要忘记按赞、订阅亨瑞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亨瑞，并将影片多多分享给更多朋友哦。首先，和原版一样，把马铃薯切成片状，越薄越好。当然，切丁也可以，尽量切小就可以了。切太大的话，等下在炒的时候就不容易熟。大小的话，抓1公分的正方形就行了。如果能切得更小的话，更好。锅中加奶油，开中火把洋葱炒到变透明，加入切薄的马铃薯，炒到马铃薯变成半透明的状态。如果切丁的话，炒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切块的话一定要切小，不然的话，到这个步骤马铃薯炒不熟就废了。时间的部分差不多在5到10分钟左右，具体的话还是要看各位朋友锅中的情况。接着加入鸡高汤200毫升，搅拌均匀，煮滚，煮到马铃薯完全变软就可以了。如果怕没熟的朋友，可以用筷子检查一下。把马铃薯汤倒到杯子，用搅拌棒打成泥。没有搅拌棒的话，可以将马铃薯捞出，捣碎，再用滤网和高汤一起过滤就可以了。但这样子非常的麻烦，亨瑞觉得有搅拌棒的话会非常的方便，也省了很多时间。没有搅拌棒的朋友，亨瑞建议也入手一个哦，大概台币1500一个，非常便宜。打好的马铃薯汤放进钢盆冷却，一定要用冰水完全冷却再调味，因为在夏天泥状的食物容易坏掉，所以一定要尽快冷却。马铃薯冷汤的口感也会比较清爽一点，这也是亨瑞喜欢的做法，大家可以试试看。接着倒入豆浆、鲜奶油来调整稠度。在试过几次之后，亨瑞觉得鲜奶油还是要加，才会有滑顺感。如果非常讲究健康的朋友，你可以加少一点，或是不加。原版的食谱用的是牛奶。亨瑞这里就用无糖高纤豆浆来做一个取代，比较健康，在便利商店就买得到了，非常的方便。接着加盐调味，调自己喜欢的咸度就可以了。有点不够，再加一点。亨瑞最后的量大概是1/3小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想让你的马铃薯冷汤更滑顺吗？和原版相比，亨瑞多做一个步骤来让今天的马铃薯汤更加滑顺，就是用滤网过滤，顺便用汤匙把残留的马铃薯块压开。你的马铃薯汤绝对不会有不均匀的颗粒感，因为搅拌棒只能大致打碎马铃薯，滤网可以把残留的马铃薯块过滤出来，也可以帮助刀工没那么熟练的朋友过滤掉没有煮到变软的小块马铃薯。喜欢热汤的话，这时候可以加热到微温。最后只要用黑胡椒调味，一点橄榄油，一点黄椒粉。亨瑞这里用的是匈牙利红椒粉，各位朋友用自己喜欢装饰的辣椒粉就可以了。会用西香芹装饰。到这里，亨瑞杨石乌风马铃薯冷汤就完。等一下，还缺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它也是这份马铃薯冷汤的灵魂——法国长棍面包。这2样东西缺一不可。因为拍摄的时候赶时间，亨瑞一时没有买到长棍面包。今天亨瑞就用这个青酱熏鸡口味的法国面包来做一个取代。在面包上撒一点水，放进预热170度的烤箱烤3分钟就可以了。洒水的目的是不让面包变得太干，影响口感。之后只要把面包斜切，摆盘，一份比例忠于原版，又有点小插曲的亨瑞杨石乌风马铃薯冷汤完成。
一口下去，舌尖上只感受到丝滑的冷汤，黑胡椒的微辣以及橄榄油微微的炒香，没有半点杂质，突出了冷汤的美味关键。豆浆的浓醇与鲜奶油的滑顺，让喝味版本的冷汤更为爽口。法国面包的酥脆结合了冷汤后，构成了最完美的平衡。虽然过滤的过程辛苦了一点，但为了美味所花费的时间和汗水，都在品尝的这一瞬间得到回应。谢谢大家！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帮赫瑞按赞、订阅、加分享，赫瑞将协助你们激发对烹饪的灵感和信心。我们下回不见不散，拜拜。